我在原定今生婚姻服务中心做登记审核员，干了7年，骗婚的，为了分房假结婚的，怀了孕来逼宫的，见得太多了。那天上午最后一对会员入座，姐，最后一对了，赶紧弄完下班吧。我点头，坐直身子，看向叫号屏 A088。今天的最后一对，男人主动把2个人的材料整整齐齐地摆在我面前，身份证没问题，单身证明没问题，个人征信报告没问题。说实话，干这行7年，第一次见到材料备得这么完美的。5分钟后，所有信息核验完毕，系统没有弹出任何预警，全绿。我从抽屉里拿出会员关系登记证，翻开，把登记章对准了落章的位置。就在这时，男的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了一盒红印泥。不好意思，麻烦用这个。朋友从临安府带回来的朱砂老印泥，说是寓意好，我就想着拿来沾喜气。对，我老公特意准备的，说要给咱们的登记证盖个最漂亮的手印。他说我老公3个字的时候，耳根都红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目光清澈坦荡，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多贴心的准新郎，多完美的准新娘，多体面的一对新人。我低下头看着那盒被推过来的印泥，盒子是木头的，老式翻盖，看起来确实像是手工作坊的东西。我伸手打开盖子，印泥是朱红色的，饱满油润，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我的手悬在上面没有落下去，因为我闻到了一股味道，很淡，淡到如果不是7年来每天跟印泥打交道，根本不可能捕捉到。我盯着那盒印泥数了3秒钟，1秒、2秒、3秒。我没说话，把登记章放回桌面，右脚不动声色地向后挪了半步。桌子底下靠近右侧桌腿的位置有一块铁质踏板，那是3年前反诈专项整治的时候局里统一加装的防爆反诈联动装置。我吸了一口气，脚底踩了下去。男的还坐在我对面，笑容没变过，甚至歪了歪头。姐，是不是系统卡了？要不我帮您看看？多体贴多自然，没有一丝紧张。第8秒，外面的声音来了，不是一辆车，是一群警笛声，紧接着是急刹车的轮胎摩擦声，然后是车门砰砰砰连续炸响，脚步声密集沉重，从大厅正门涌进来。领头的是一个30来岁的女警官，短发，面容冷硬，一进门先扫了一圈大厅，然后锁定了我。联动信号是你发的？是。什么情况？我的目光落向桌面上那盒打开的印泥，这个有问题。女警官看了那盒印泥一眼，没有说话，朝身后摆了个手势。一个戴蓝色手套的技术员走上来，把整盒印泥连同木盖原封不动地装进了物证袋。你要干什么？女的先崩了。我们来办登记的，我们哪里犯法了？大喜的日子你们搞什么？这位姐，您是不是搞错了？那盒印泥是我朋友从临安府手中作坊带回来的，正规店铺买的。我还有小票。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收据，抬手的动作很自然，没有任何犹豫。女警官接过小票看了看，又看了看我。林姐，就因为一盒印纸？我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分管副所长老正从楼梯口冲下来。陈所长，怎么回事？他先看了一眼满大厅的警察，又看了一眼被锁住的大门，最后看向我。林向晚，你给我解释，联动踏板是你踩的？你知不知道这个信号发出去，市局那边已经立案了？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压在我身上，那对新人还站在窗口前面，男的搂着女的，一脸无辜，画面温馨的像是婚纱照的花絮，而我像个疯子。正副所长的咆哮还没落音，大厅外面又响起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玻璃门被巡警从外面打开，进来一个女人，她进门先扫了一圈在场所有人，目光最后落在女警官身上。你好，我是王律师。这位先生是我的当事人，我接到他的电话赶过来的。请问他目前是什么身份？嫌疑人、证人，还是被无故扣留的普通公民？目前在核实情况。核实情况，好的。那请问，核实到目前为止，我的当事人有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据我了解，今天的情况是，我的当事人和他的未婚妻前来依法办理会员关系登记，所有材料合格合法。但贵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因为一盒我当事人自带的有正规购买凭证的朱砂印泥，就触发了反诈联动警报。他每说一句，正副所长的脸就白一分。我没看正副所长，我盯着那个男的。从王律师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报警到现在满打满算15分钟，这个律师就到了。这不是巧合，这是准备好的。谢谢王律师，辛苦您跑一趟。没事的，就是个误会。姐，我理解您是为了工作负责，但您看，该查的也查了，我们的材料也没问题，印泥也有购买凭据，能不能先把证办了？我这边酒店的晚宴6点开始，200多位亲朋好友都在等着呢。旁边的女孩也红着眼睛看我。姐姐，求求你了，
今天是我们选了好久的日子，黄道吉日。正副所长走到我旁边，压低声音：“林向晚，你到底有什么证据？你再不给我一个说法，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我没回答他，因为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助员正在旁边的桌上对那盒印泥做初步检测，试纸的颜色显示正常。看见了吗？正常。林向晚，你满意了吗？既然检测正常，我建议立刻解除封锁，并向我的当事人书面致歉，否则……等一下，常规试纸只能检测常见成分，我要求做气场所以分析。大厅里安静了2秒，男人握着矿泉水瓶的手指收紧了一下，就一下，然后立刻松开了。气性色谱，你知道做一次气性色谱要多少钱吗？要走多少流程吗？就为了一盒印模？林向晚，你是不是疯了？我的当事人是来办理登记结婚的，不是来接受刑事侦查的。如果你们要做什么色谱分析，请先出示正式立案手续，否则我会今儿代表当用职权提起行政诉讼。他说完看了男的一眼，男的对他微微点头，然后转向我。姐，我真的不明白，一盒印奏至于吗？我就是想给我媳妇儿一个仪式感，有什么错？大厅里的气氛把我压得像是站在深水池底，但我没退。周警官，我在这个岗位干了7年，7年没出过一次误判。今天这个信号是我发的，后果我担。但这盒印泥必须做气矿色谱，如果结果是我判断失误，处分、开除、赔偿，我一个人都，立字据都行。女警官看着我，沉默了5秒，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喂，技术科吗？对，周小云，我这边有一个样品需要加急做气冲自评同资合用分析。对，现在就要。我知道要走流程，我签字担责。挂了电话，他看向正副所长。郑所，样品送过去，最快40分钟出结果。在此之前，这对当事人暂时留在大厅配合，不限制人身自由，但登记手续暂缓，可以吗？王律师皱了下眉头，但也没再说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打了一行字发了出去。我坐在工位上，面前的电脑还开着会员登记系统，屏幕上是今天最后这对新人的信息页面。男方赵彦斌，34岁，户籍滨州，职业一栏填的自由职业。我盯着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点开了系统左侧的全国会员关系登记信息联网查询，结果弹出来了，我的瞳孔猛地收缩，屏幕上的信息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会员关系登记记录4条，4段登记关系，4个市，每段不超过半年，间隔最短的那次解除到再建立，中间只隔了2个月。我的手悬在鼠标上方，指节泛白。今天是第5次，我慢慢转过头，看向大厅里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正低头跟姑娘说话，但我看着后背发凉。小赵，我压低声音，小赵凑过来，我把屏幕转给他看，他愣了3秒，脸刷的白了。姐，这……帮我截图，打1、2分。可是这个查询没走审批流程，我们先打，处分的事儿我扛。打印机嗡了2声，吐出来的纸还带着热度。我猜对了。那股不该出现在朱砂印牛里的甜味，不是我多心。这个男人从头到脚每一处完美都是设计过的，材料备得无可挑剔，是因为他已经做过4次。印泥自带并附购物小票，是因为他知道会被质疑。律师15分钟赶到，是因为他根本就在外面等着。我拿着那张 A 纸站起来，走向大厅中央。女警官抬起头，王律师正在跟他据理力争。警官，我的当事人已经充分配合，所有材料合法合规，继续扣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把纸拍在桌上，不重，但所有人都安静了。这位准新郎结过4次婚，4个不同的城市，每次都不超过半年。女警官接过那张纸，扫了一遍，瞳孔骤缩。而那个姑娘，她从赵彦斌肩膀上直起身子，看着我，眼神里还带着茫然。你说什么？姑娘把那张纸抢过去的时候，手是抖的。她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久到大厅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然后他转头看赵彦斌，4次，你跟我说过你离过1次婚，1次，你说是前任出轨。赵彦斌的表情切换得极快。宝贝儿，你听我解释。你解释什么？姑娘的声音突然拔高。昌南、鹿岛、春城、彭城，你是巡回演出吗？前面那些都是年轻时不懂事儿。你34了，去年1月才离的婚，哪来的年轻？王律师迅速上前，挡在2人中间。我的当事人的婚史属于个人隐私，这位工作人员未经授权擅自查询并公开他人婚姻信息，已经涉嫌违规。王律师，女警官开口了：4段婚姻，4个城市，间隔最短2个月。他的单身证明是本地户籍地开的，系统只核验本地记录。女警官看着我，示意我接话。我深吸一口气。跨市会员关系登记信息联网有同步延迟。
有时候1个月，有时候更久。他每次解除完关系，把户口迁回滨州老家，等本地状态更新干净了，再去下一个城市登记。本地系统查不到外事的记录，单身证明一开就是未婚，干干净净。大厅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王律师张了张嘴，语气明显不如刚才硬气。离过婚不违法，我的当事人有权利再次登记结婚。没错，离婚不犯法，再婚也不犯法。但我想问一个问题：4段婚姻，每一段的离婚协议书，是不是都是女方净身出户？王律师的表情没变，但他的右手微不可察地握紧了公文包的把手。这跟今天的登记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等检测结果出来就知道了。我说的检测结果指的是内核印泥。女警官已经拨了技术科的电话，而那个姑娘她蹲在地上，婚纱一样的白裙子铺了一地，妆哭花了，睫毛膏在脸上拖出2道黑印。张彦斌蹲下来，伸手想去擦她的眼泪，他一把打掉她的手，别碰我。技术科的检测结果在下午3点09分回传到女警官手机上。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大厅门口又来了一个人。苏念念，你给我出来！姑娘猛地抬头，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苏母是自己找来的。巡特警放行之后，直奔赵彦斌。他从兜里掏出手机，屏幕怼到他脸前。屏幕上是一个社交平台的帖子，标题：我被婚骗，赵彦斌骗走1套房的全过程。你以为我不会查？我闺女不查，我查！他一把揪住赵彦斌的衣领。鹿岛那个姑娘嫁你5个月，你让人家把房子做了抵押贷款，180万打进你朋友的账户。离婚的时候，那姑娘1分钱没拿回来。他转头又指着女儿：你爸给你留的2套拆迁房，1间商铺，他是冲着这些来的。你还跟我吵，说我势利。苏念念的身体在发抖。赵彦斌脸上的温柔终于挂不住了，不是慌，是一种极快速的冷却。下一秒，他又换上了那副无奈而深情的表情。阿姨，网上的东西……你闭嘴！苏母转向女警官：同志，我要报案，这个人就是个诈骗犯。女警官正要开口，技术科的报告到了。她看完之后沉默了大概10秒，她把手机递给我：我没猜错，检测结果出来了，这盒东西确实含有朱砂成分。所以常规试纸测不出问题，但除了朱砂，它还含有一种叫2甲基厦门的润滑盐剂，以及微量的光降解剂。说人话，说人话就是用这盒印泥按的指印，在正常保存条件下，3到6个月内会自然褪色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会员关系登记证上的手印没了，原件的法律效力就有瑕疵。到时候他拿着这本有问题的登记证去法院，不是打离婚官司，是主张登记程序存在重大缺陷，会员关系自始无效。无效的会员关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俩之间不构成合法的夫妻关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财产转移都不受公营法保护。他从你手里拿走的每1分钱，你都没有配偶身份去追求，因为法律上这段关系从来没有存在过。苏念念的嘴唇在哆嗦，苏母已经红了眼眶。我转向赵彦斌，前面4个你也是这么干的吧？登记转移资产，等手印自然消失，然后拿存疑的登记证去打无效婚姻的官司。一旦法院认定无效，所有的财产处分就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追不回来，很干净，干净到4个姑娘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赵彦斌没说话，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目光里的清澈坦荡已经彻底不见了。你怎么看出来的？别说了。王律师猛拽他胳膊，你怎么看出来的？凭什么？因为你那盒印泥是甜的。大厅里安静了3秒。朱砂印泥是矿物质和植物油调的，正常的气味是沉的、涩的，微微发苦。但你那盒我打开的时候闻到了一丝甜，极淡，像过期糖浆。2甲基二团本身无味，但它跟有机添加剂反应会产生类似糖球的气味，很弱，10个人里可能就1、2个能察觉。但我跟印泥打了7年交道，那个味道刻在我鼻子里了，差一点点我都闻得出来。赵彦斌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不是温柔的笑，不是无辜的笑，是一种带着荒诞感和不甘心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笑。7年，栽在一个文印泥的手上。赵彦波，你涉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但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证据使用。赵彦斌经过我工位的时候停了一下，姐，你1个月挣多少？我没答，他自顾自地说了一句：可惜了，你要在我这行，
绝对是顶级的。女警官说带走。苏念念还蹲在地上，苏母抱着她，母女俩哭成一团。我走过去，蹲下来，把一包纸巾递过去。谢谢你。案子后来移交了市局经侦大队，往下一查，水比所有人想的都深。赵彦斌，34岁，无固定职业，但他名下3年内流转过的资产总额超过900万。4段婚姻，4个受害者。昌南那个姑娘开服装批发档口的，被他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转走了60万。离婚时他还以为是亏了本，自认倒霉。陆斗那个就是苏母手机上发帖的那位，房子抵押贷了180万，钱打进赵彦斌朋友账户，再也没回来。那姑娘到现在每个月还在还贷，工资到账就被扣。春晨那个最年轻，22岁，刚毕业，手里攥着父母给的婚房首付120万，4个月全没了。离婚后精神几近崩溃，一度住院。彭程那个是开烘焙工作室的，他以夫妻共同投资的名义让他贷了200万，离婚时债务全算在女方头上。4个姑娘，4个家庭，3年。而那和特制印尼是整套骗局的收官之笔，它确保了即便东窗事发，登记证本身也会因为手印消失而变成一张废纸。法院认定会员关系无效，所有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财产转移就脱离了婚姻法的管辖范围，追不回来，或者说极难追回来。经侦的老陈后来跟我聊，说他办了10几年案子，头一次见到把婚姻服务中心窗口也算进犯罪链条里的。半年后手印消失，你们出的登记证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连你们婚姻服务中心都变成了他的工具。我没接话，因为他说的是对的。如果那天我没闻到那股甜味，如果我犹豫了1秒没踩踏板，苏念念今天就会捧着那本登记证，笑着走出婚姻服务中心的大门，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步一步地把2套拆迁房和1间商铺交到一个精心设计过申请的男人手上。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正副所长后来在走廊里碰见我，站了2秒，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天的事儿，是我急了。”然后就走了。这大概是我能从他嘴里听到的最接近道歉的一句话了。小赵那天下班后请我吃了顿烧烤，他喝了2瓶啤酒，脸红扑扑地问我：“姐，你踩那个踏板的时候，真有把握吗？”我摇头。那你不怕丢工作？怕。怕你还踩？我没回答，喝了口酒。怎么说呢？7年了，从我手底下过去的每一对新人，我都得认。那个章盖下去，就是我替国家打的骑缝章。我可以不够聪明，可以不够圆滑，可以不会跟领导搞关系，但那一下不能盖歪了，盖歪了就是2条命拧了。1个礼拜后的早上，我照常开窗口，照常叫号 A001。新的一天，新的第一队，男孩手忙脚乱地翻材料，女孩在旁边笑他笨。身份证、单身证明、个人征信报告，我低头一项一项核过去，一切正常。我从抽屉里拿出印泥盒，登记章落下去，清脆的一声响，恭喜你们。女孩抱着登记证蹦起来，在男孩脸上亲了一口。这一张盖证了，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叫号屏 A002 空着。看来苏念念的预约被取消后，今天下午的档期彻底空了出来。小赵在旁边啃着一个苹果，含含糊糊地说：“姐，你这下可成所里的名人了。郑所那天虽然嘴上不说，但这2天见谁都夸你嗅觉敏锐。听说市局经查那边顺着赵彦斌的朋友账户挖出一个专门帮人做婚姻资产优化的小团伙，抓了6个人呢。”我笑了笑，没接话，把桌面上的材料归拢整齐，正准备起身去倒杯水，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林姐，有一位郑先生说是想跟您咨询一下会员关系登记的事儿，但他说的情况有点特殊，没预约，您看？让他稍等，我马上过去。我走到大厅，50来岁的男人正站在服务台前。你好，我是审核员林向晚，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我示意他到旁边的接待区坐下。林同志，我想查一个人的会员关系登记记录。先生，会员关系登记信息属于个人隐私，非本人或法律授权，我们是不能随意查询的。我知道，可我觉得我儿子被骗了。他前几天跟我说，要跟一个认识不到3个月的女人登记结婚。那女的是个网红，长得很漂亮，但我觉得不对劲儿。我儿子是个程序员，性格木讷，没什么恋爱经验。对方那么漂亮，凭什么看上他？我怀疑那个女人是冲着我们家的房产来的。他
的描述让我心头微微一动。赵彦斌的案子刚过去1周，类似的套路又出现了吗？但我没有急于下结论。郑先生，您有证据吗？比如，您觉得不合理的财产要求，或者对方身份存疑的地方？有。他终于打开了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张打印的社交平台主页截图。这是那个女人的账号，你看，全是名牌包、豪车，定位经常在国外。我儿子1个月工资2万，根本养不起这种女人。还有这个，他又抽出一张纸，是一份打印的聊天记录。这是我偷偷看我儿子手机拍的。他让我儿子把名下的一套小公寓抵押了，说要合伙开个奶茶店。这才认识2个月，就要抵押房子。接过那张截图，仔细看了看，社交平台头像是一个妆容精致的年轻女人，背景是某个奢侈品店，账号 ID 是 Sweetie 小诺。郑先生，您先别急，您儿子的情况，我建议您先跟他好好沟通。至于这位女士的身份，如果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存在欺诈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我个人建议，在做任何大额资产处置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郑先生显然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东西收回档案袋，叹了口气走了。他走后，我却鬼使神差地坐回工位，打开了电脑上的会员登记信息联网查询系统。我正盯着屏幕出神，背后传来小赵的声音：“姐，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刚刚通知，下午临时有个会，关于最近几起会员关系登记诈骗案的总结会，让你也参加。”我关掉页面，应了一声：“好。”下午的会开了将近2个小时。副所长姓李，是个面相和善的中年人，但说起案子来条理清晰。赵彦斌这个案子给我们敲了个警钟。这种利用信息差和登记程序漏洞进行合法诈骗的模式，很可能不是个案。市局经侦那边反馈，他们查了赵彦斌近5年的资金流水，发现有几笔大额资金，最终流向了一个叫安泰信诚的商务咨询公司。安泰信诚干什么的？表面上是做婚恋咨询、情感调解的，但根据赵彦斌团伙成员的交代，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中介平台，专门为那些想通过婚姻骗取财产的人提供一条龙服务。从目标筛选、人设包装、法律读局，到提供特制的问题登记材料，他们都做。我听到这里，后背一阵发凉。赵彦斌只是这个庞大链条中的一个执行者，他们甚至会根据不同目标的资产情况，定制不同的剧本。像赵彦斌这种，是专门针对有房产、有存款的年轻女性，还有一些剧本是针对企业主、拆迁户，或者孤打老人。会议结束后，我心情有些沉重。林审核员，等一下。郑所，您找我？有个事儿，可能得麻烦你。市局那边正在深挖安泰信诚的客户名单，但我们怀疑他们可能还有备选目标正在推进中，而且其中一个可能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登记准备阶段。您的意思是？我们的技术部门监测到，那个安泰信诚有一个加密的联络暗语，其中一句翻译过来大致意思是：秋季丰收计划 A088号地准备播种。A088，这跟你们登记窗口的叫号编号格式正好吻合。我们高度怀疑，安泰信诚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你们婚姻服务中心，或者你这个窗口。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多留个心眼儿。如果近期有符合特征的登记对象，尤其是那种闪电式，一方条件明显优于另一方，且特别主动提出要用自带材料的情况，希望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明白。回到工位上，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安泰信诚就像一条盘踞在暗处的毒蛇，而赵彦斌不过是他伸出来的一颗毒牙。现在牙被拔了，蛇身还在，他会不会立刻吐出另一颗牙？我拿起水杯灌了一口凉白开，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的私人工作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内容很短：林审核员，你好，我是那天咨询的郑先生的妻子。我老公回去后，把他去找你的事跟我说了。我后来也去查了一下，那个叫小诺的女人，不仅跟我儿子要房子，还经常给我儿子发一些很露骨的照片和视频。我儿子现在迷得神魂颠倒，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实在没办法了，求求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盯着这条短信，脑海里快速运转，又是小诺，又是郑家。如果他真的是安泰信诚的备选目标，那他们的行动速度也太快了。我没有回复短信，而是直接把这条信息和来电情况通过内部渠道报给了李副所长。很快，李副所长回了一条信息：收到，已关注。
不要打草惊蛇。如果他们真的来所里登记，按正常程序接待，重点留意对方自带的材料和印泥。果然，第二天上午，一对年轻人走进了登记大厅，男的把材料推过来，我们来办登记。我接过材料，一样一样的核验。郑先生，请问您这笔消费贷是打算用于什么用途？没什么，就是当时想装修一下房子。对啊，我们想着结婚后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嘛。现在房价这么高，能省一点是一点。你们的印泥带了吗？带了。男的连忙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跟赵彦斌那天拿出的盒子几乎一样，只是颜色不同，同样是木质的，看起来很有质感。这是我朋友从外地带回来的，说是老字号的手工印泥，留个纪念。男的解释道。我接过来，手指轻轻摩挲着木盒，打开盖子，一股熟悉的橙色的朱砂气味扑面而来。但在这股气味底下，我再次捕捉到了那一丝几乎微不可察的甜腻的尾调，又是这个味道。我的脚尖不动声色地向桌子底下的联动踏板移去，同时我开口了，语气平稳的像在聊天气。郑先生、苏女士，你们这印泥味道挺特别的，跟我平时闻到的不太一样，是加了什么香料吗？可能是檀香吧，老印泥都喜欢加一点，显得高级嘛。是吗？可我闻着怎么有点像过期烫姜的味道？哎呀，可能是我手霜的味道蹭上去了吧。他没有慌张，至少表面上没有。我的脚尖已经抵住了联动踏板，却没有立刻踩下去。我在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仅依靠气味，虽然上次奏效了，但这次如果对方有所准备，可能会陷入被动。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那个男的无意间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屏幕上是一条未读的消息，被注明是安泰陈经理，内容只显示了半句，印泥有问题，马上。男的反应也很快，他立刻用手掌盖住了屏幕，然后抬头用一种近乎惊恐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够了，我的脚掌稳稳地踩了下去，咔嗒，熟悉的声音响起，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入了锁孔。那个女的笑容终于消失了，她猛地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眼神里充满了质问和惊恐。男的已经彻底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把手机塞进口袋。这一次警笛声来得更快，不到3分钟，几辆警车就停在了婚姻服务中心门口。李副所长亲自带队，身后跟着2个技术员。你们干什么？我们是来办登记的，你们凭什么扣我们的东西？我要投诉！苏小诺，你涉嫌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诈骗？我诈骗谁了？他还在挣扎，但眼神已经出卖了他。我没有说话，只是把刚才我看到并拍下来的那条消息截图展示给了李副所长。苏小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郑先生和他母亲随后也赶到了所里。儿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差点就把房子给人家了，你怎么就这么傻？男的还处于懵逼状态，似乎直到此刻才明白过来，自己深爱的女神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来接近他的。这个案子比赵彦斌那个更干脆利落，因为有赵彦斌案在先，市局对类似手法已经有了预案。金针老陈后来打电话告诉我，小林，你这次又立了大功了。那个安泰信诚的老板是个专门研究婚姻法漏洞的专业人士，他们公司内部甚至有一个印泥研发部，专门研究怎么能让指纹在一定时间内自然消解。你那天闻到的那个甜味儿是他们新研发的第3代产品，本来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又栽在你鼻子底下了。我挂了电话，站在窗口前，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阳光很好，照得婚姻服务中心大厅的地砖都亮堂堂的。这一次我没有觉得特别高兴，只是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第二天一早，我刚开完晨会回到工位，就看见小赵兴冲冲地跑过来：“姐，你的，从临安府寄来的。”我接过那个方方正正的快递盒，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印尼的品鉴与鉴赏》。翻开来，扉页上有一行手写的字：“敬赠林向晚女士，愿您变物之能亦能变心。临安府老字号朱华斋，敬赠落款处。”还盖了一个小小的朱红色的印章。我拿起那本书，翻到关于印泥气味辨析的章节，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各种印泥的配方、气味特征和年代鉴别方法。其中有一段话被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上等朱砂印泥，气味沉涩，微苦，若有异香或甜腻之气，必是掺入化学溶剂，非正道之物。我合上书，把它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拉开抽屉，拿出所里统一配发的印泥盒，打开盖子，凑到鼻尖前闻了闻，沉涩微苦，对，就是这个味儿。今天的第一对新人已经在窗口前坐下了，男孩穿着白衬衫，女孩穿着连衣裙。你好，我们来办登记。我接过材料，一项一项递核验，身份证、单身证明、个人征信报告，一切正常。我从抽屉里拿出登记证，翻开，把那个沉涩微苦的朱砂印泥盒推到他们面前来。来，按个手印吧。女孩伸出大拇指，在印泥上轻轻按了一下，然后郑重的、稳稳的按在了登记证的指定位置。一个清晰的朱红色的指印留在了纸页上，男孩也照做了。女孩接过登记证，抱在怀里，像是抱住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我们结婚了。男孩紧紧握住她的手，傻笑着点头。结婚了。
我目送他们牵着手走出大厅，阳光透过玻璃门，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新的一天，新的开始。那个安泰信城的案子虽然告破了，但我知道，只要有人心的贪念存在，类似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真正结束。这个窗口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戴着面具的赵彦斌和苏小诺，但这没关系，因为我的鼻子已经记住了那个不该有的甜味。而我的脚会始终稳稳地踏在那块联动踏板旁边。我可以不够聪明，可以不够圆滑，但那个章我必须盖正了，每一章都得正。案子彻底收网是在1个半月之后，我是在所里的内部通报上看到完整案情的。姐，你看，你被点名表扬了，听说郑所还在局务会上拿你当典型呢。行了行了，干好自己的活，去把下午的材料整理了。日子总是要往前走的，再大的案子破了也就破了，再多的表扬听过了也就过了。我的岗位还在那里，每天还是有人来有人走。正副所长后来单独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办公室的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看着像是新养的。他给我倒了杯茶，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开来。小周那边的表彰申请我已经递上去了，谢谢郑所。他摆摆手，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斟酌措辞。那天的事儿，我后来想了很久。他看着我，眼神比平时柔和了一些。你踩踏板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郑所，我那天其实没想太多，我就是觉得那个甜味不该出现在印泥里，既然不该出现，就一定有猫腻。至于踩下去之后会怎么样，没来得及细想。他看了我很久，然后笑了，那种笑很轻。你这样的人在所里干审核员，其实是屈才了。郑所，我觉得审核员挺好的。4月中旬，天气渐渐暖起来了，大厅里的中央空调还没开，但我已经换上了薄外套。那天下午，临近下班时，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咨询者。说特殊是因为他不是来办登记的，他坐在接待区，把包里的一盒点心推到我面前。自己做的桂花糕，你尝尝。阿姨，您这是？我叫刘桂芳，我女儿叫许嫣然，可能你不记得了，但3年前她差点跟一个男人登记结婚，是你拦下来的。3年前，我努力搜索记忆，会员登记记录是海量的，但不是每一对都印象深刻。那个男人当时带了一盒印泥，你说味道不对，没给他们办。后来我女儿才晓得，那个人在外地结过3次婚，每次都是骗完钱就跑。林同志，我今天来就是想来跟你说声谢谢。我女儿现在结婚了，嫁了个老实人，日子过得挺好的。要不是你当年拦那么一下，阿姨别这样，那是我的工作。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看着那盒桂花糕发了很久的呆。原来3年过去了，原来那个被我拦下来的女孩，现在已经好好的嫁了人，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我把桂花糕打开，拿了一块放进嘴里，甜而不腻，桂花的香气很足，有一种朴实的、属于正常生活的味道。下班的时候，我把剩下的桂花糕分给了小赵和前台的小周。姐，你说咱们这工作是不是也算一种积德？积什么德？把分内事做好就行了。那倒是。不过说真的，姐，自从你连着拿下2个大案子之后，我发现来登记的人都变得规矩多了。你看今天那几对，连印泥都是老老实实用所里配的，没一个自带的了。那是好事。是啊，不过我听说，那个安泰信城虽然倒了，但市面上好像又有别的工作室在冒头，换了个名头，搞什么婚恋风险对冲，听着挺唬人的。什么风险对冲？就是那种好像是说帮客户测试对象是不是真心，故意让人去接近目标，试探反应什么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就是听一个朋友瞎聊的。我没再追问，但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词。第2天早上，我刚到工位，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是前台小周。林姐，有一位姓沈的女士预约了今天上午的咨询。她说她女儿最近要跟一个男人登记结婚，但她觉得男方有问题，想请您帮忙看一下。我给她排了9点半的号。好，让她来吧。9点半，一个穿着驼色风衣、戴眼镜的女人走进了大厅。她看起来35、6岁，气质干练，但面色有些憔悴，眼下有明显的青痕。林审核员您好，我姓沈，这是我女儿的资料，还有那个男人的。沈女士，您具体是担心什么？我女儿今年24岁。去年大学毕业，3个月前，她通过一个叫“原来有你”的婚恋社交平台认识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自称是海归，自己做投资生意，条件很好。2个人认识不到2周就确定了关系，1个月就开始谈婚论嫁了，进展确实很快，快得离谱。我托朋友查了一下那个男人的背景，他的名字、学历、工作经历全都有问题。但
我女儿不信，她觉得是我们在阻碍她的幸福。最重要的是，那个男人前几天跟我女儿说，他认识一个渠道，可以通过一家咨询公司，帮他们在登记的时候走捷径，不用等公示期。什么咨询公司？沈女士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打印着一个公司名称和联系方式。我扫了一眼那个名字，瞳孔微微收缩。那个名字和安泰信诚的注册地址只差了一个门牌号。沈女士，这个情况我建议您立刻向公安机关反映。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把这家公司的信息留下来，我帮您走内部渠道报上去。好，我这就去。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工位上，看着窗外渐渐热闹起来的街道，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新的名字，新的外壳，但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些。我打开抽屉，看了看那本印尼的品鉴与鉴赏的封面，又看了看旁边那盒所里统一配发的气味橙色微苦的朱砂印泥，然后把印泥拿了出来，放在桌面最顺手的位置。叫号屏亮了 A003。我把登记章握在手里，坐直了身子，目光平静地看向窗口外那张新出现的、带着期待和紧张的面孔。你好，来办登记吗？请坐。窗外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来，把桌面上的印泥盒映出一小圈温暖的光晕。